欢迎回到天天话题加拿大版风华资讯，我是吴景。那么今天在现场，我们是为您请来了温哥华综合医院和卑诗大学医院基金会青少年领袖计划的创会主席王一佳同学，还有我们温哥华综合医院以及卑诗大学医院基金会的执行长 Miss Barbara Gretham. So Barbara, just wanted to follow up the questions. Can you maybe tell us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the hospital? What kind of service you provide? Sure. Well, VGH is really what we call the specialized hospital for adults for British Columbia. So it's the hospital that does many things where it's the only hospital that does things so that if you're very sick or you have a very complex condition, VGH is the hospital wherever you live in British Columbia that you will come. So we do most of the transplants, organ transplants, so kidney transplants, lung transplants. We do most of the complex surgery on brain surgery, spine surgery. We do most of the cancer surgery for British Columbia. So many of those very complex conditions, we're the only hospital in British Columbia, wherever you live, that provides them. So about half of the patients who come to VGH are from Metro Vancouver, and about half of our patients come from other parts of British Columbia. Wow, that's it's a very specialized very hospital. Specialized, very impressive. Very. Yeah. 好，那刚才呢，巴博是有跟我们分享了一下这个。其实我自己本人以前都不知道啊，温哥华综合医院听到名字好像温哥华其实是服务整个卑诗省的。那么每年来就诊的医院中间，就是病人中间有一半大概是来自我们大温哥华地区，其他都是其他地方的。而且就是特别要跟观众朋友分享的就是，他们是特别专注于治这种疑难杂症，就包括像是器官移植啊，还有说如果是你有一些脊椎的问题啊，要换髋骨啊。这些就是好像加拿大人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都会到这个温哥华综合医院来接受治疗。其实这个信息非常重要，可能有很多观众以为说我住在哪里就要去哪里医院，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对，这儿的专家还有那个设备其实真的是最好的。这个其实呢也跟我们很多同学，很多我这些成员们，他们也是因为这个所以才肯为温哥华综合医院，因为很多我们的父母嘛，其实都会有过。比如说可能难见一点的病啊，不是哪个医院都能去治疗的。然后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有一个成员，他叫 Matthew， 他的父亲得了一个比较难见的病，然后温哥华很多的医院都治不了，因为他们的没有这种设备，然后可能 size 那个 capacity 不够大。但是所以去了温哥华综合医院，那的医生对他真的是非常好，把他医疗好。后来他就跟我讲说是 Tony， 真的这是我为什么要配温哥华综合医院。Very impressive. He shared some He said what I said. Yeah, couple Thank of cases. you very much. Yeah. Some of those words are complicated. 那 Tony， 其实我还想再问你一下，就是说，你刚才有说到你是召集了一帮很年轻的这个中学生哈，那跟我们谈谈说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的动力在哪里？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吧都有不同的动力。就比如说，可能有些人他们会觉得我为医院。工作，或者我为医院做义工工作，其实是为我以后，为我自己，是设掉一个更好的路。因为医院好，我以后去医院我也能好。可是很多其他人他会觉得，比如说我的父母以前去过，我欠这个医院的，或者其他人也会觉得我从小在这个医院可能是在这医院生的，如果没有这个医院，我可能当时就不会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所以在一个社区里面，医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component， 一个关节。而我们归根结底还是想要报答这个社区，因为很多东西都是学校里面，虽然课本啊上面你能学到很多知识，但是很多东西你是学校课本里面学不到的。比如说在社会里面怎么回报社会啊，或者比如说你的真正的工作能力、做事情的能力，你是其他地方你是发展不了的。所以你要在社会里面为很多社会的机构去在这里面发展你自己的这些技术，还有这些capabilities。但是你既然要发展，你既然要非常努力，你就得像你要找一个你工作的原因，你累的原因。而为医院工作，我觉得我从来不会觉得累。为什么？因为我为医院工作，我觉得都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胜造七级浮屠。对不起，胜造七级浮屠。你的中文已经很好了。没有，对不起，口误。但是真的是我发现，不管再累，不管再苦，我都是值的。我们很多团队他们也是这么觉得的。如果你为你自己工作，你可能有时候累了，你觉得这是为什么？但是你为医院去工作，你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Yeah, Tony is very passionate, share about the motivations around these years, why they wanted to do this, why they wanted to help out. So, Barbara, I assume you have a glance of all the Yes. paintings we have. Yes. Any particular one you like? Oh, I can't say if I have a favorite. That wouldn't be fair. They're all wonderful. They're all wonderful. We're very fortunate to be associated with so many talented people to make this happen. Thank you. 那 Barbara 她刚才有说她都喜欢，她不想说跟大家讲说她特别喜欢某一个，好像让觉得对其他的学生有点不太公平。那讲到这个艺展的艺术品，有没有哪几件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背后的故事？其实吧，这个艺术品呢，也不是有一个是特别，就是像刚才Barbara问他哪个最喜欢，但是这艺术品都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这次会有很多种不同的艺术领域，比如说我会有做我自己的陶瓷，还有很多人他们会画油画或者画漫画 anime， 但是我觉得吧，很多艺术品我们都是以前没有见过的。这次是我自己我的 favorite， 我 personally 我觉得 favorite 就是前面有一个作品是在网上用 graphic design 画出来的漫画人物，我觉得这一点是一般人家画漫画全都是用手，你能在网上画的漫画人物，而且非常非常的逼真，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就是很多新的艺术领域都在一直的被发现，但是艺术永远在更新。你刚才说的那个漫画，它是有没有什么故事？这个故事吧，其实那个女孩就是这个漫画的艺术家，她从小就很喜欢看漫画，但是她就觉得可能漫画吧，其实如果你用手画的话，可能现在很多日本那些 anime 都不会用手画了，他就可能用 CGI， 然后把那个人物变化。他就想看看，如果我跟着社会的新一步，我到底能走多远，我到底能做得多好。果然非常好。然后其实吧，我觉得很多时候，比如说我就举个自己的例子吧，我是很喜欢陶瓷，为什么呢？我是喜欢 surprise。我如果做画画的话，就算我刚开始想的想法和最后成果不一样，但是整个 process 全都是我控制这个画长什么样。陶瓷不一样，陶瓷您做好了，您放到这个窑子里烧出来，不是你想的那个好坏听天由命。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可以让我兴奋的。我觉得。Very interesting story he shared about how he makes these porcelains and some of the girls here. Like did you fire in the kiln? Yes, Exactly. It is. You never know. That's part of the joy, isn't that it? Is opening it up and seeing what it looks like. Christmas tree. Yeah, that's right. Yeah. So come down to the main purpose for this exhibition. We understand everybody trying to raise as much as possible. Do you have a mandate, like? Yeah. Well, you start. 这次主要的目标是15000块钱，但是虽然吧，虽然可能数目不是特别多，但是我们从做这个画展、办这个画展，然后筹办这个画展的过程中，我们学到很多非常非常就是人生道路中能帮助我们的东西，这是最珍贵的。所以我其实跟我的队员们也说过，这一次筹到多少钱不重要，我要求的就是你们站在所有的叔叔阿姨前辈们，你们会觉得我努力了，我为我自己骄傲，这样子就好。So from what did you say? I simply said that really the target is $15,000, but that is not our sole purpose. What we want is basically to stand in front of all our elders and all our peers and be proud of what we've done because we put forth a great effort. That's what I want. Yeah. Anything you want to add to his No, comment? just how pleased we are to be here today, and we're so thrilled for all of the young people here today that the day has come together so beautifully. They should feel very, very proud. So for from the hospital point of view, I mean, for the annual budget, how much are you looking at every year? Well, our foundation every year raises about, it varies a little bit, but we usually raise in the area of $60 million, which goes towards research, new programs, equipment, investing in people, a whole array of things, as I said, across a number of different hospitals and healthcare centers to add a little bit to make them, they're already very, very good, and we want them to be excellent. Wow.
那 Barbara 刚才有跟我们分享了一下，说其实每年这个筹款的这个款项还是蛮高的哦，有6000万。那么是有不单单是用在医院，也用在这个包括一些研发方面，另外还有一个培养一个传承，就包括像你们的 Youth Leadership。那在这个问题上，你还有最后再给我们总结一下，给我们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其实很多人就会觉得医院吧，其实是省和政府给 funding 的，但是嘛，其实。funding 是有但是他们 funding 只是最底线的，那些很高级，像我们刚才说过那些很专业的那些specialist 专业的那些工具或者那些设备是你买不到的，所以想要像治疗一些可能罕见一点的病啊，医院还是需要像我们民间这些支持和鼎力的爱心嘛。Anything else you would like 20 seconds send out today? No. Thank you for this opportunity to share our story today. 非常的庆幸这次能够跟凤凰卫视还有一块来合作，我们也很高兴我们可以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on our show. Thank you. 好，也非常感谢呢观众朋友的收看，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那么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见。天天话题之风华资讯，由 Concord Pacific 协平世博集团特约赞助播出。